天知是要毁掉智法的一切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对方，而是因为智法曾经夺走了他在世上最重要的东西。阿成曾经杀过人这个爆料可谓是惊天大瓜，阿成当然不承认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人？规则里明明白白的写着，爆料的坏话如果是谎言就会接受惩罚。现在天知100%肯定阿成杀人的坏话是有意写的，而正当他得意洋洋的看有意接受惩罚时，裁判马了步去让阿成证明自己没杀过人。阿成人都傻了，这要怎么证明？无法被证实的坏话就由观众投票决定，相信他没杀过人的一方只要超过50%，就说明他是清白的。阿成不断哀求观众们相信自己，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烦恼，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他爸爸都给他解决了。此话一出，不相信他的人占了99%。有钱人说的大道理是不会有人相信的，你很难去证明一个没有确凿证据的谎言。4步前进9个，超越智法成为第一。此时有意向阿成伸出了橄榄枝，表示自己相信他不会杀人，并且他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是谁故意破坏他们关系的叛徒了，之前的坏话全都是那个人写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再互相仇视了，现在更应该团结起来。天知暗暗心惊，以为自己被暴露了，不过友谊并没有揭穿他，这也就说明友谊只是在虚张声势。然而友谊的下一句话却是他已经找到了这个游戏的攻略方法，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游戏不对劲。开始的几个回合他们全都信赖步调一致，但是就走了2步就让他们的欠款增加了300万，但通关却只能获得200万的奖励。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，这个游戏里有观众，所以运营的主要工作就是让观众看得开心，但是不公平到一定程度就没意思了。于是在第6回合的时候，第一次出现了欠款减少，游戏有增减才有意思。除去坏话这一因素，本身就是一场普通的双6游戏，从头到尾的结果就是欠款不增不减。为了干扰他们，主办方将减的条件集中在了前半部分，加的条件放在了后半。如果他们能一直相互信任，从头走到尾，负债后就会不增不减。现在发现有些晚了，就算是现在一起交白卷走完全程，阿成也会第一个成为到达终点的人。这个游戏难就难在不知道对方写了什么，但如果大家都知道对方写了什么呢？有意提议，下个回合除了阿成，所有人都写关于自己的坏话。如果叛徒打破规定写了别人的坏话，就会出现只有他一人没有坏话的情况。如果按照这个约定进行下去，那就和写明投票一样，叛徒不能暴露自己。按照这个方法，第一名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剩下的人很快就会追上来和他持平。虽然不是完美的攻略方法，但至少能让朋友间不再互相伤害。大家都不希望他们的友谊断送在这里吧？而就在此时，天智却跳出来反对，让友谊如果知道叛徒是谁的话就说出来，大家一起写叛徒的坏话，让他成为第一，这才是最好的战略吧。天智之所以笃定的站出来，是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友谊在虚张声势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叛徒是谁。友谊果然开始慌了，推辞什么不愿意让叛徒一个人进第3轮游戏，天智也没有逼得太紧，而是如果友谊的计划行不通，他就必须要说出叛徒是谁，他就再也不会相信友谊了。友谊答应了。一轮游戏下来，友谊自信满满的表示数量肯定是4个，却没想到这时的坏话数量整整有10个。天智抓住了友谊方法的漏洞，故意在里面放置了超量的坏话，导致计划失败，然后借此逼问友谊谁才是真正的叛徒。友谊当然说不出来，只好承认自己是在虚张声势。天智也趁机和友谊闹掰，堂而皇之的带走了智法。回头的瞬间，天智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再也没有人妨碍他将智法推入地狱了。在智法将他最重要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夺走后的2年，他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。一轮游戏过后，智法只差1格就能达到终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什么办法都帮不了智法了，就算所有人都交白卷，智法也必须要前进1格。主办方都认为这场游戏绝对是智法输，背叛者的执念战胜了友谊的智慧。然而C6海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倒回录像，接着他就看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友谊这个人绝对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友谊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让叛徒自我暴露的办法，天智心中一惊，再次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谴责友谊，你又想让他们陷入混乱吗？而且就算是找到了背叛者，也救不了智法。友谊再一次提起了谎言被拆穿的惩罚，谎言被拆穿就要被强制性的移动到第1名的1格。下一轮他们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写同样的内容，而符合他们所写内容的只有那个叛徒，而那句话就是我是自愿参加朋友游戏的。背叛者一开始就是抱着破坏他们的友谊想法来参加游戏，也就是说申请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就是背叛者。只要他们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背叛者就会因为说了实话而不被惩罚。这一下除了背叛者，所有人都会移动到智法那里。而如何证实是否是真话这一点更是简单，因为到底是谁报名的朋友游戏，管理者们早就知道了。既然叛徒不愿意和他们友好相处，他就只能把叛徒踢出队伍，带着真正的朋友去参加第3轮游戏了。面对天智的质问，友谊显得非常从容，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如果不写的人就绝对是叛徒，特别是最关心智法的天智，他肯定不愿意让智法一个人到达终点，对吧？友
有意把纸递给了天智，让他第一个去写。天智根本没法拒绝，一旦拒绝就摆明了自己是叛徒，但是写上被查出来还是会曝光他是叛徒。没想到友谊居然会想到这种方式，天智瞬间脸色狰狞，却冥思苦想不出解决办法。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他只好先按友谊说的来，等到他暴露的时候再狡辩是有人陷害他，只要有一半的人相信他，他就有机会再找别的借口。知道他是背叛者的瞬间，他就开始哭，只要装作可怜，天真的友谊就绝对会相信他。所有人都写好了坏话，天智的情绪都酝酿好了，却没想到这里公布的坏话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天智自己写的，剩下的4人交的都是白卷。天智懵了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写的？此时他才注意到4人看他的眼神非常不对劲，原来这就是友谊让叛徒自我暴露的真正计划。天智见事情暴露，当场跪地痛哭，友谊也如计划中的一样走过来安慰他，但直到友谊抓起他的头发，天智这才发现原本温柔善良的友谊此时却变得无比可怕。狡辩的话以后再说，现在他只想让天智亲口告诉自己是不是他申请参加的朋友游戏。面对友谊的压迫，天智终于说出实话，是他申请参加朋友游戏的。邪路海也发现友谊为了揪出叛徒，从这场游戏的一开始就已经在布局了。